男子正在向会长汇报走私物品的进度，却因为嘴欠不小心说漏了里面藏匿的东西。会长意识到手下想要独吞价值上千亿的金条，这让老朴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即便这样，还抱着侥幸心理，会长立刻吩咐助理安排机票回国处理。可想而知，老朴将面临怎样的后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观看最新惊悚韩剧《赌金》的第6期。小玉带着习主来到藏匿金条的矿洞，而习主因为车组长灌的未知药物还昏迷着，小玉只好独自挖出金砖。刚挖出表面泥土，小玉就呆愣在原地，因为习主曾说过金条只有10根，可这下面远远不止10根的数量。小玉想趁着习主还在昏迷中独吞这笔价值上千亿的金砖，殊不知习主已经拿着手枪来到身后。小玉本以为对方拿着没有子弹的手枪吓唬自己，可当习主对着空中扣动扳机后，小玉的侥幸心理彻底放弃，接着逼迫小玉将所有金条搬进后备箱里。等所有金条全部搬完后，习主并没有杀掉小玉，而是将原本答应的报酬扔给对方，随后催促小玉赶紧离开，因为习主很明白人心都是贪婪的，所以连小玉都不能相信。可就在这时，矿洞口传来声响，原来是老朴顺着线索来到废弃矿洞，两人来不及多想，迅速挂上倒档离开，径直的向老朴撞了过去。老朴好不容易找到金条藏匿的位置，迎接他的却是车辆的狠狠撞击。由于过于紧张，不断观察后方的情况，却没注意到矿洞门口停着一辆红色汽车。等反应过来，已经来不及刹车，撞了上去。两个人下车后才知道是车组长的车辆。当打开车后座门，就发现车组长已经死亡。小玉很清楚，这绝对是老朴的手笔。一旦对方看清他们的长相，等待的就是和车组长一样的下场。所以小玉决定回到矿洞解决掉老朴这个隐患，接着戴上面罩，拿着习主的手枪回到矿洞。刚扣下扳机，手枪突然哑火，这才发现保险居然没打开。也正是这个瞬间，老朴用木板狠狠砸向小玉，两人也因此扭打在一起。但小玉终究不是老朴的对手，被对方一个抱摔狠狠摔在地上。小玉忍着疼痛对着老朴疯狂扣动扳机，最终还是被老朴给逃了出去。等来到停车的位置，就发现多出一辆车。经过一番的检查，并未从车里发现金条，因为聪明的习主把金条藏进了后备箱夹层里。不甘心的老朴又检查车底，殊不知习主就趴在一辆车子下面。当对方要检查第2辆车时，习主急中生智地拨通车组长的电话，从而吸引老朴的注意力。随后趁着对方不注意，迅速跑回车里，但还是被老朴给发现。好在习主随身携带了防狼喷雾，这才摆脱对方，带着100根金砖驾车离开。而杜庆在做康复时抢走医生的衣服，逃出医院，并给习主发去短信，尽快联系自己。同时老朴联系到老金，希望对方帮忙调查一个车牌号。可老金已经不打算继续帮忙，因为会长明天就要回国亲自处理，一旦事情败露，背锅的人只会是自己。在挂断电话前，还告诉老朴，杜庆已经从医院逃走了，你最好尽快处理金条的事情，不然等会长回来，你肯定会被活埋。老朴在失去老金的协助后，心情非常愤怒，无处发泄的老朴居然捡起石头开始鞭尸，把所有的怨气都宣泄在车组长的身上，最后再亲自将尸体掩埋。逃脱的习主收到小玉打来的电话，让对方先前往精工坊躲避，自己则先回到公司了解情况，确认老朴有没有看清他们的脸，同时也把杜庆逃跑医院的消息告诉习主，并反复提醒千万不要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你熟悉的男友杜庆。等挂完电话，果然在手机上看到杜庆发来的短信。习主犹豫一番后，还是拨通男友的电话。刚接通，杜庆没有关心习主的安危，而是询问习主把金条藏到了哪里。这一次习主没有立刻回答，表示见面再详谈。两人约好晚上在一家酒店碰面。与此同时，老金独自来到习主购买二手车的地方。原来老金早就调查过车牌号，已经知道开车的人正是习主，所以才特意前来这里调查。可车辆登记信息上并不是习主，而是另一个女人的资料。尽管这样，还是拿出习主的照片让老板确认。最终老金证实了自己的猜测。晚上习主在去见杜庆之前，将所有金砖都藏匿在当铺里面，因为只有自己知道金砖藏在哪里，黑帮的人就不敢痛下杀手。而杜庆还在酒店里做着暴富的美梦，金条还没完全到手上，就已经开始联系国外的买家，准备把100块金砖全部卖出去。等一切安排完后，又给习主打去电话。殊不知习主在酒店对面开了一间房，透过窗户死死监视着杜庆的举动，还告诉习主已经在柬埔寨联系好了买家，只要将金条全部都卖出去，我们就能远走高飞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可习主已经无法再相信杜庆所说的话，毕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后，早已看清了杜庆的真面目。为了金条，杜庆连车组长的死活都毫不在意，甚至一直在逼问金条的藏匿地点。这一刻，习主对杜庆的心彻底死了。无论杜庆再怎么描绘美好未来，习主都不再相信对方的话。最后在杜庆的蒙圈中直接挂断电话。或许这是习主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。隔天，习主带着金条来到精工坊，可小玉却掏出手枪对准对方，并让习主说出金条的藏匿地点。둘, 하나.
그래, 좋아. 그거야, 그거. 절대로 아무한테도 말하지 말란 말 알았지?原来刚才只是在试探习主有没有将金条藏匿的位置告诉别人。在得知习主昨晚没有去见杜庆后，小玉终于松了口气。可想要把全部金条处理干净，大概需要6个月左右搞定。但习主根本等不了这么久，黑帮和警方都到处有人在搜寻金砖的下落，拖得越久就越危险。听到这里，小玉却让习主不用担心，因为老朴根本没看清我们的长相，否则第一时间就不会是跑来矿坑，而是立马赶来当铺。更重要的是，老朴在杀掉车组长后，并没有将消息告诉任何人，反而独自跑来矿坑寻找金条，因此可以判定老朴也想要独吞金条。同时，安会长也抵达首尔机场，老朴接二连三的失误让安会长非常愤怒。尽管老朴拼命的低头道歉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安会长让手下开进一处废弃工地，并将老朴暴打一顿后扔进深坑里，还让四周的小弟们不断往坑里填土。而安会长还羞辱的向老朴头上撒了一泡尿，让他好好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别想耍什么花样独吞金条的事情。安会长看在老朴替自己卖命的份上，最终还是没能下手解决对方，只是让老朴滚回高利贷公司干老本行。这次的打击让老朴心生怨念，从眼神可以看出已经丢掉那份忠诚。另一边的习主突然告诉小玉，其实除了老朴之外，还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存在，那个人正是老金。那天自己和车组长一起逃进车里时，对方在车外明显看清楚了自己的样貌，但不知为何老金没有将此事上报，所以习主推断老金的目的和其他人一样，同样也是为了独吞金条。可小玉并没有感到慌张，而是提出一个要求，只要对方敢来，我就帮你做掉他，到时候只需要分我1根黄金。习主不带犹豫的同意了小玉的要求，而老金找到了习主母亲所在的病房，一边假装打听习主的消息，一边悄悄在病床下安装窃听器。晚上，杜庆再次打来电话，习主没有按照杜庆的安排行动，反而提出改用走水路的方式运送金条，还表示不会将所有黄金都交给你，自己要留下其中一半作为守护这些金砖的报酬。殊不知这番话被小玉听得一清二楚，但没有立刻冲进房间和习主对峙，而是等到第2天才询问习主。因为小玉觉得习主实在太过于天真了，居然还想着和杜庆平分金条，再加上100块金条里有5%是属于小玉的，如果分走一半，自己的5%又该怎么算？听闻此话，习主没有犹豫的声称自己会从我的那份里分出10%给你。此话一出，这才让小玉喜笑颜开起来。 돈이면 다 되는 네가 왜 다른 사람들보다 욕심을 덜 부리나 싶어서. 다른 사람들은 내가 가지고 전부 뺏으려고만 하는데. 글쎄, 난 그런 생각 안 해봤는데. 当晚杜庆购买一整套金属探测仪来到当铺，随后直接撬开门锁进入当铺里，接着拿着金属探测仪寻找金条的位置。殊不知习主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，早就拿着枪械静静等待杜庆到来，而男友的行为让习主彻底失望。最后习主究竟还会选择平分，还是彻底独吞100根金砖？最新惊悚韩剧《赌金》第6期就此结束。